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视频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之前大家给我留言的一些 Q&A 的问题。这种聊天的主题嘛，只有一定要跟着啤酒才有意思。我应该会某一天的晚上发这个视频，所以如果你无聊的话，你也可以开一个啤酒跟我一起喝吧。干杯！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喝啤酒哎，我反正挺爱喝啤酒的。像我之前去年那个时候 NBA season 的时候也是，那个夏天不知道一共喝了多少瓶。评论最多的也是 Emma 和石头的爱情故事，因为 Emma 每次提小石头都太少女了。以前我也给 Emma 私信谈到过无痛，想问 Emma 说说自己的看法和意见。OK， 他这是2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大学生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他比我高2届。然后也是通过朋友认识的，这个朋友就是 Annie。之前我都没有跟大家讲，因为之前在频道里没有跟大家提过 Annie 这个人嘛。后来现在渐渐的大家从 Regina 频道里还有我的频道陆陆续续都看到他真人长什么样了，所以呀，我是通过他认识的。然后关于我们两个的感情吧，也不是说一直顺畅的，中间有一些分分合合。具体后面感情稳定下来呢，也是差不多决定订婚以后，因为我们是先订婚然后再结的婚，订婚跟结婚之间大概有个1年吧。所以感觉是在订婚的时间前面左右才开始2个人的稳定，就是2个人感情是慢慢稳定下来那种。然后很多人也会想知道，就是你们俩这段感情会不会有吵架啊之类的？当然会有吵架。然后我们2个的脾气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他是属于比较急性子的那种，我也不是慢性子，但我可能没有他那么的急。2个人会轮流的去主动跟对方示好那种，因为吵架肯定是难免会有的，到后面可能结婚以后才慢慢有的一个模式吧。然后之前在结婚之前2个人都是属于比较刚烈，然后比如说吵架或什么哇，就2个人都不说话了好几天什么的，这种事情也时常有。反而是结婚以后，因为就觉得哎呀，我跟你吵了能怎么样呢？你退一步我让一步吧。反正目前来讲，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处理吵架的一个方式吧。婚姻和事业，你认为哪个更重要？女性不独立的话，会不会没有话语权？先回答后面一个问题，女性不独立的话，肯定是没有话语权。这个，因为你如果经济上什么各方面都依赖另外一个人的话，你怎么会有一个自主的一个说话权利呢？在经济上不是独立的话，对方慢慢会剥夺你一些权利吧。就我觉得这个道理挺显而易见的。虽然说你和另外一个人结婚，然后结为一个家庭，可能除了父母以外，会完全无条件的对你付出所有，就是你在那里每天在家里躺尸，对方还是会给你端茶递水。我觉得没有人会是这样，因为这就是一个挺现实的一个世界。然后婚姻和事业，你认为哪个更重要？就是对于我来说，婚姻、事业还有自我。这3点我觉得都挺重要的。那婚姻的话，可能现在就变成了家庭，因为现在有孩子嘛，就变成了家庭、事业跟自我。我觉得3个都很重要，或多或少的会有一定的牺牲。那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大家都一定会有牺牲，因为有个孩子在那边要养。哎，为什么你生了孩子以后啊，发出来的视频还是看着好像很多自己的时间？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其实真实生活中的我呢，基本上24小时里面，除了自己睡觉的时间以外，1半的时间是孩子，1半的时间是工作，没有什么自己的生活。那你们有的时候看到我啊，带一带 soap 什么，都是1个礼拜里很少的一部分时间，因为我要录 vlog 给大家看，我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把真实的东西全都录给你们看，因为真实的东西的话，我可能视频在那里坐着剪7个小时，我没办法就是给大家看到我坐在那边剪7个小时视频，那这个 vlog 就没有什么意义嘛，更多的去给大家展示这个生活中比较轻松的、比较积极、开心的一面，而不可能我跟大家录一个视频说今天我跟小石头吵架了，然后这是我们吵架的内容，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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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视频就发出来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性，或者说也没有任何不能让你们心情开心啊什么的。包括你们说我每次录视频的时候看上去都非常的阳光啊、积极啊，不可能我365天都是阳光和开心和积极的。但是呢，在录视频之前，我会调整一下自己心态，我不能就哭丧着脸跟你们说。不能哭丧着脸跟你们去聊一下这个美妆很好用，对工作来讲又是一个不敬业了吧，在我看来我是这样觉得。这个其实回答了这个女生，她说想要知道我是怎么处理自己情绪啊什么的，发现有了孩子以后，工作和生活真的不是一句话说的那么轻松，特别是睡眠不足的时候，看到你依旧这么有活力，求秘诀。对，这是我真的可能 off camera 关掉相机以后，我就要在沙发上躺尸，一点都没有活力的死气沉沉在那躺尸。但是我开了相机，我希望给你们看到的就是我还是比较有活力的一面，我没办法躺在沙发上躺尸的跟你们说话。对。
然后呢，顺便再聊一聊我的感情观什么的，因为很多人也问我感情观的事情。我觉得两个人相处不是说你一味的去很体贴对方，或者一味的去让对方，你需要让我看到你对我有个尊重，你对我有个理解，然后我呢在该让你的时候也会让你，就是两个人是这样子一个状态吧。所以如果你问我感情观的话，然后你说你男朋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你不好，但是你很喜欢他，我觉得你不应该因为喜欢你还去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单方面对他好，因为这个事情一辈子这样子很辛劳的去付出，我觉得两个人就是如果他也真的疼你的话，你们两个会互相的去有一个你拉我一把我推你一把这样子拉拉怂怂，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互相谦让或互相让一步或者怎么样的，就不至于说永远你都是单方面的去体谅他。一个女孩她跟我发私信，她说她蛮伤的，分手了怎么样的，然后在一起很久，她就觉得很可惜，因为在一起很久注入的感情就很多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大家都还年轻，然后时间也是有限的，人生这个就这么短，时间很有限。她觉得说放了那么多年的感情进去，然后最后来一无所有，或者说就这段感情是结束了失败了那种。我最近其实看了一个演讲，我刚刚就是在我自己的朋友圈里有分享这个，我觉得还说的挺好的，我给你们说一下。这个演讲的主题大概就是说不要让别人去打乱你生活的一个节奏。库班25岁的时候还在做 bartender，J.K. 罗琳32岁才出版了 Harry Potter， 马云爸爸35岁建立了阿里巴巴，30岁没结婚但过得快乐也是一种成功，35岁之后成家也完全可以，40岁买房也没什么可丢脸。不要去跟别人比较说30岁27岁结婚了有孩子了，我现在还是单身这样子。我就觉得如果总是去想这种事情的话，会给自己很多压力。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现在已经结婚生孩子了，坐在这边说话不腰疼，但是我真的是，我经常跟 Regina 说这个话，我觉得如果我现在没有碰到小石头，我是单身的话，我一样不会去羡慕那种结婚的人嘛，因为我真的觉得自由自在的生活，反而你的生活那个时候才应该是更多机会和更多时间去探索和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嘛。就我现在有了查理以后，结婚以后，反而很后悔。那个时候我在没有结婚之前，为什么不多去外面旅游，多去外面走一走，多去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很明显的一点，我以前就是很想要玩那个跳伞，那个时候总是有点担心害怕吧，就觉得哎呀跳伞这个东西还蛮可怕的。但是我又挺喜欢那种极限运动，我总觉得我这辈子一定要试。就是现在有了查理以后，我对这个东西就是又多了一层恐惧，就怕的是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查理没有妈妈，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以后查理谁照顾，或者说以后就你知道吗？就想很多以后那种万一这种。如果你现在是单身，不需要着急，就是先把自己过得精彩。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无痛，反正我就是无痛用的挺爽的，你们看我那个生产日记应该看得出来，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感觉。现在朋友问我都说你当时生小孩是不是到底有多痛之类的这种问题，我说生小孩跟带小孩真的是两码事，我宁愿生10次，我都觉得带小孩还是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现在问我话，我觉得那个痛和后面的这个长时间这个失眠，就长时间没办法睡觉，或者说很耗精力的一件事情是没法比的。无痛呢，我是觉得我自己反正是感恩戴德，我觉得那个时候能够帮我一下子将我那个痛处就是戛然而止，很酷很好的一个发明，这是我对无痛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呢，如果你让我一定要说它不好的地方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它有关系，但是总之就是我现在生完查理已经4个月，刚刚4个月了嘛，我还是有一点点腰疼，就以前怀孕之前是没有腰疼，然后从怀孕开始就有腰疼，因为你那个时候会肚子很大，会承受那个重量，腰会承受不起嘛，会有点痛。但是现在已经怀孕过后了4个月了，我还是那个地方有点疼，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无痛的影响，还是说就是我现在还没有恢复。之后如果哪一天我不腰疼了，我再跟你们说，那就说明这个无痛基本上在我这边是短期内来讲是比较安全的。想听 Emma 聊一聊结婚婚后生活，有没有担心两个人厌倦的那一天呢？如果婚姻中两个人有矛盾，要怎么沟通和处理？对婚姻真的很害怕。又回到了刚刚类似于感情观的问题吧。那这一次我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结婚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婚姻会比谈恋爱那个时候更多一个 commitment， 就更多一个就是。就像我之前刚刚讲的，我跟小石头可能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一吵架，两个人就崩掉了，几天不说话，几天没有短信，看谁能就是刚到最后那种。但结婚以后，这个情况就非常非常少，因为你知道你不理他，你之后你还是在这个家里，他还是在这个家里，你没法赶他出去，或者你也没法自己出去。是可以自己出去啊，但是我就
会觉得，那我之后还是要回来，就结果还是一样的，不像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觉得说这个结果还是不定的。不知道你们就是对我回答这个 Q&A 是不是觉得有意思啊？反正我有的时候觉得，因为这些话我可能跟 Regina 也讲过，跟 Annie 讲过，就是感觉好像同样的一个想法讲过很多次吧。但是我知道你们应该是大概没有听过我聊这方面的东西，因为其实我平时做美妆的话，或者说做我自己的 channel 也好，我不太喜欢聊很多的这种私事吧，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想法，然后我的工作或者我的重点就是在美妆这个上面，所以我不太想介入太多就是这方面的东西。但是今天这个话题是 Q&A 啊，如果你现在不爱听，你还是来得及出去啊。问问 Emma 之前50问里面提到的啊，这个我想回答。现在想做 YouTuber， 以后不想做了，可能会重返职场。这么随性做了和职业不相关的，有没有考虑到就职时这段空窗期可能对职业竞争力有影响？当然，你们也知道 YouTuber 肯定是能够赚钱的，不然我也没办法一直在这边买各种各样的产品给大家评测，因为我们广告费啊，或者说你们有的时候在下面点的链接去买我们推荐的东西，也是会有回扣啊。这个东西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的吧？我会觉得说我做了跟职业不相关的东西，因为我大学学的是 business 专业的，我应该是在银行，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也在银行待过。一个是我当然是比较喜欢现在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能够让我更多的去怎么讲，就是说我自己的努力和我看到的结果是成正比的。比如说我最近这个影片花很多的心思去做一些 research， 花很多心思去各种评测，然后写下很多我的想法或者 feedback， 然后我那个出来的 video 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大家也会觉得，哎，这个东西看着是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产品嘛，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像这种，我觉得是一个 input 跟 output 直接的一个关系，我很喜欢这种感觉。那在银行呢，更多的是感觉我是在给上层的人工作，那我也不知道我做的这个事情到底对他们有多少影响。或者说影响可能非常小，感觉做 YouTube 这个事情是我更加能够抓住的。那我也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我不想做 YouTube 了，或者哪一天我就是年纪大了，我不能做 YouTube 了我也会就是重新去找别的工作，因为我是肯定不可能待在家里的那种。我会有这种担心，就是以后我再重新回到银行这个environment 会不会不适应，或者是会不会接不上吧？那既然我选择了我现在要做，那以后那个时候找新的工作所面对的困难，就是以后的 Emma 去承受的事情了。所以我现在不太想那么多，对。而且我真的很庆幸，就是我自己喜欢做的这个 YouTube 的事情被大家所看到，被大家所支持，所以能够给我带来一定的这个 income 吧。感恩的同时，我更多想的就是，既然大家都这么信任我，我一定要就把这个东西做好。想活到多少岁？我想活到，我其实蛮贪心的，就对于生活这种事情，我什么都想要，我什么都想尝试，所以我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我想活到1000岁吧。以后会让 Charlie 学中文吗？以后我们希望他达到的中文水平呢，是能看得懂字和能说。然后至于会不会写，他可能不一定，因为我们估计是会让 Charlie 在这儿长大，但是一定会送他去中文学校，或者哪怕暑期的时候会送他回国去上一些那个 summer school 啊之类的。就是中文这个中国这个根，他是肯定不能忘的。最好呢，希望他以后找一个会说中文的老公。所以我跟小时候其实就是想说，怎么样能够让在这儿长大的孩子去对中国人或者对我们亚洲文化还是保持着最浓厚的兴趣呢？然后我们就想说，还是多给他接触一些亚洲的娱乐，让他看一看，就比如说亚洲的明星啊，或者我们鹿晗呐、吴亦凡呐之类的这种，让他觉得说，哦，这种才是帅，这种才是美，这样他以后可能找男朋友会比较喜欢倾向那一种嘛。我跟小时候其实聊过很多，就是我们更加希望他能够就是记住自己的根和延续这个根吧。至于他以后会去哪儿生活，这个东西纯属是看他自己个人意愿，说不定他到了17、18岁，他想要去中国读书啊，去中国读大学啊，这些都是看他自己。我是更加随性点那种，我觉得一切看他，只要他就是有好的一些做人的特征，诚实善良，有责任心，有同情心，有爱心，这种就是这种比较 basic 的东西我觉得从小就去给他灌输，去就是让他耳濡目染的去看吧。关于生活的选择，关于就职啊，关于其实干嘛的，就是都是看他。Emma 现在是一个人在带孩子吗？有请人照顾吗？自己是怎么平衡工作、生活还有孩子的时间呢？刚刚你说的工作、生活、孩子的时间，我基本上没有了生活。目前来讲，孩子还太小嘛，就是牺牲一点生活，我也觉得是 OK 的。但是我没有牺牲工作，你们也看到我视频 PO 的蛮快的吧？我有请 helper 帮我去带孩子，因为我想要保证我下午这个大概12点到6点有一个自己录影还有剪视频的时间。关于社会
的一个现象吧，就是很多人觉得说之前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过这种类似的文章或者微博文嘛，我那时候怀孕反正看了挺多的。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对女人的一个要求和对女人的一个 expectation，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working mom， 如果你在工作的话，他们会觉得说你不够时间去陪孩子。如果你一直在陪孩子，他们又觉得说你是一个全职妈妈，你为什么不工作？是去平衡一个工作和孩子是一个蛮难的事情。我到现在我还在找到一个自己舒服的点吧。我觉得有的时候被太多社会上的一些教条那种条条框框限制住，说你孩子才4个月你就开始出来拍照、出来工作什么的，你不是一个好妈妈之类的。我之前一开始会被这些话给 get 到，因为我觉得是孩子是很小，但是 again 我知道我自己这个人，我又是一个就是闲不下来的那种，所以我只能说一天的时间里分开用。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带孩子的时候带孩子，这种目前来讲，我自己给自己规划的这个时间什么的，我还蛮受用的吧，就是我觉得还行。然后我也不想去跟其他的妈妈去比较你带孩子多久，你平时每天多久是在陪孩子的，只能说自己找到一个自己舒适的点才是最重要的，别人说什么都是浮云。然后就是现在自己有孩子以后，关于之前我在网上看的那些有些人的言论吧，就说是个社会现象不是说单独谁的言论那种，就是说对一个全职妈妈的一些言论吧，就是比如说你在家里只是在带孩子而已，你又没有出去工作，你为什么还不怎么样？比如说你为什么不把衣服洗干净？为什么不早点做饭之类这种？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生了Charlie以后，我才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没有任何大脑的人说出来的话。全职妈妈是世界上最辛苦的一个工作，至少在我现在看来，就是孩子还这么小的时候，可能1岁前吧，全职妈妈的人们真的是厉害，而且在这个社会上是绝对是更多需要被人尊重的一件事情。全职妈妈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职业，他们真的牺牲了很多去跟社会接触，或者哪怕是出门的这样子的一些机会吧，因为他们的时间必须得跟着孩子走。这个事情就一开始看到这种类似的言论，我都很气。我现在自己呢是一半工作一半带孩子，我自己感觉带孩子的那个 part 真的很艰难，知道带孩子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可以想象就是全职真的是一直带孩子的妈妈是真的很辛苦。所以有的时候你们给我留言吧，说我生了孩子以后更新的还这么频什么的，很辛苦之类的，其实我跟他们比真的不辛苦，而且这个事情也是我自己喜欢的，我热爱的一个工作，既然是我自己选择的一个工作，我跪着走也要把它走完。刚刚有一点点情绪化，只是想在这里对那个全职妈妈们 pay my respect。 这个问题，高中跟大学的时候的 Emma 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我高中跟大学的我和你就做了频道以后，你们开始认识的我应该是还蛮不一样的，因为我高中大学的时候整个就是一个 party really hard 的一个女孩，感觉那个时候 party 起来就是很开心，然后一个晚上真的能够不睡觉。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哇，自己那时候体力真好，还是年轻好。好，来我们继续说，刚刚相机没电，我去充了一个电，然后我又开了一瓶新的。如果你现在让我回忆那个时候，然后说那个时候有什么失和得吧，得到的可能就是说那个时候真的是挺释放自我的了，可以说是，然后该玩的那个时候已经玩过了，所以现在婚后以及可能有了孩子以后，并不是说特别的想要出去玩什么的。然后再加上我的诗的话，就是因为那时候玩的太多，然后有一点点不务正业，以及我不是很爱看书的一个人嘛，后来我又重新捡起来，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很爱看书，就重新捡起来这个习惯吧。因为我大学那4年基本上没怎么看过书。如果你说我后不后悔那时候的决定，我觉得这就是人的一个状态。就我那个时候我年轻，我就是喜欢玩，我就是爱玩，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以去后悔的吧。背着猪八戒的耙子问，遇到有人恶意重伤，如何打败坏情绪？那这个事情呢，可能在做 YouTube 之前比较少去体会，因为毕竟可能在外面的话不会有人过来恶意重伤你，然后呢有些可能看不惯你的朋友可能会私下里说，就也许不会传到你耳朵里，所以这个之前的话我好像不太能够，就是自己可能不太听得到这种东西，这种声音吧。那做 YouTube 之后呢，这种声音当然是一定会变大的，比如说我会收到私信也好，评论也好，还是私信的比较多吧可能。那我会怎么处理呢？我看它的内容吧，首先有一些就是完全是毫无根据的去恶意重伤，比如说给你们举个例子吧，挺恶毒的这句话，如果你受不了的话，这句话可以不要听。就那时候我还在怀孕的时候，然后有人会写一些说呀，你怀孕的时候还化妆，你的小孩一定会赴死胎中之类的，这个东西真的就是说
出来，我都觉得有一点点，现在都有点那个啥，就是挺恶意的吧。像这种评论，我反而会觉得其实挺坦然的，因为这是明显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对吧？那我觉得碰到这种事情，你就不要太上心吧，也不是说有人给你留一个评论，或者有人对你的这句评价真的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或者怎么的，再加上我这个人可能性格上来讲就不太会去 care 这种毫无油盐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再是说到一些，就比如说人家说的是真的有道理的东西，比如说有人说啊，你最近穿衣风格搭配啊什么的，退步了很多，穿着很土什么的，这种东西当然看到会不开心了，因为毕竟是在说我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不喜欢这种风格，或者我真的就是退步了，因为换位思考一下。前面10个月自己也没有太关注 fashion 什么的，所以可能穿衣服啊，的确是，有点小失水准。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可以去听他的一些意见，然后你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反省一下，或者自己是不是这个地方是有待提高。还有比如说，通常在我频道里会出现的现象，就是我英文有的时候有些单词会发音错误，然后很多人会在下面指出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东西，就毕竟。我希望你们去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让我可以意识到，总比那种我一直在错，然后不知道我说错了好。因为你现在给我指出了，我知道了哦，我去查证了，对，你说的是对的，我是错的。那我下一次再出去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在讲到这个单词的时候，我就不会错啦。我就觉得这也是还挺好的一件事情吧。我感觉有一些言论，就是我现在在说 YouTube 这方面啊，有一些言论就是说出来呢，或者给我留出来，会给我自己一个警钟。比如说，在我早期在做这个视频的刚开始，你们可能知道，有一次我就不说名字了，就接过一个不太好的推广，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自己也是刚起步，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运作。我那时候的确是用了试了，但是就是可能没有太花心思去好好研究这个品牌什么的，所以当时就在视频里给大家推荐了，或者说在视频里提到了。但是之后呢，就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东西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说碰到这个事情以后就会再注意一些，比如说收到一些品牌的邀约啊或者什么的，你就会更加去警惕，然后去查证更多它到底是不是一个 OK 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有好处的。那碰到那种真的是实在是恶意的，我觉得那你就不要去理会就好了。那如果对方说的是有一定的建议性的，或者说对方是有一定道理的话，我觉得适当的应该是可以接受，就是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好吧，或者说才会有一定的进步。如果你老是觉得自己永远都是对的，自己永远都是好的，然后不去听那些言论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很好。艾玛定居加拿大以后，爸妈在国内会不会很孤独啥的？我打算去美国留学，可是家里就我一个孩子。我爸妈虽然说不管我们，他们说是不管我，但是我还是会很担心国内的他们。唉，这个东西讲着讲着，我感觉会眼泪要飙出来。就是现在生了孩子以后吧，我真的觉得父母真的很伟大。反正我就觉得，像我妈现在她还在这里，就还在家里，还在楼上。有的时候我在录视频的时候忙不过来什么的，她会帮我带孩子，包括我有的时候剪视频的时候，她也会帮我带Charlie。就哪怕是坐在我视线里，坐在我旁边，但是有她帮我带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趁这个时间剪个视频什么的。就我觉得她的帮助在我这个比较艰难的时候真的是很大的。可能生完小孩的朋友应该会知道这个感受。有些妈妈我知道是自己非常辛苦的，全职在家里自己的孩子，真的是很辛苦。还有包括坐月子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妈妈真的特别好，特别好。有的时候在你手忙脚乱、兵荒马乱的时候，你知道你妈妈在那里的那个感觉，就是我有个依靠，我有个支柱在那里。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如果你想选一个男明星当好朋友，你会选谁？我会选王嘉尔吧，我觉得他性格真的非常好，而且人也特别搞笑，我觉得跟他相处下来应该会蛮轻松的。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调调也是那种比较 chill 的，他感觉也是挺 chill 的一个人。想听你说广东话，好的，那我下一个问题我就用广东话来回答。但是我先跟你们讲，我广东话里面会加很多英文，因为我讲不清楚的词，我会直接用英文带过，就像香港人讲广东话那个样子吧。OK， 这个小朋友他说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兴趣爱好的人，想问说怎么培养兴趣爱好吧。这个东西我还蛮有体会的，因为像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是之前跟大家讲了，我很爱 party， 然后除了 party 以外，基本上好像很少有什么兴趣爱好。然后在瑜伽吧 ，that's it。那个时候连看书啊什么都没有。要个广东话对吧？
我覺得咧，如果你想要一個 hobby，你應該去即係去都去 try 啲唔同啲嘢。For example，我以前未試過climbing 攀岩啊。我同朋友一齊去試過一次，試過之後咧，發現都幾好玩嘅，之後就會加入去我嘅 hobby list。很多东西你在不试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还挺喜欢这个东西。我就是这样，我之前就是有一阵子吧，过得很就是昏昏沉沉的那种，然后每天吃了睡吃那种状态，就不是很健康。然后那个时候就会不是很想去试很多新鲜的东西，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攀岩。扑影呢，是不是这么讲？就是室内攀岩嘛，那种东西其实在多伦多还蛮好玩的，因为多伦多很多时候是冬天嘛，那个东西就是在室内就可以玩，不需要在天气热的地方。然后我当时就尝试了一次，我发现蛮喜欢的。然后后来我又再去了。再就是我现在还去过钢管舞课，因为我那时候觉得，会跳钢管舞的人很就是性感，他们的那个姿势啊，还有会在那个上面转，我主要是觉得这个转很酷，这个 motion 很酷炫吧。我觉得反正还挺好玩的。但后来 Regina 说不是他的菜。推荐的美剧，我说一下我比较喜欢看的，我很喜欢看 How I Met Your Mother， 然后我很喜欢 Ted 那个性格，像小石头，我跟他聊过，他就不太喜欢 Ted， 他觉得他婆婆妈妈很娘，我不觉得我觉得他性格还蛮好的，而且他会有一点，就他不是说那种爆搞笑，但他会有自己的时不时一句冷幽默，然后他有的时候会被像 Marshall 啊或者被 Barney 嫌弃的时候他那个表情。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挺生活化的，我蛮喜欢他的。我看电视啊或者看电影，就是要求很大的是他的一个画质。然后 Friends 因为拍的比较久嘛，所以他画质没有后来出来的一些美剧高。再加上比如说像 Sex and City 前面几部都是画质比较低，我就摒弃了，我也不想看了。我还是喜欢画质高一点的东西。那还有什么美剧我觉得挺好看的 ？Stranger Things 第一季我看了，第二季我看了一集以后 somehow 我就觉得不太想看下去了。然后 Westworld 现在第二季也出了，第一季我看了，我觉得还不错。顺便跟大家聊一聊，我上次看了，最近刚去看完 Avengers， 什么鬼啊？我看到后面好心痛哦，就是很好看是很好看的，但是为什么要分上下部？而且下一部明年才出来，这要我等的啥时候呀？想不想养第二只狗？想，就是你看我们家这个 Sophie， 过来 ，come here。其实我每次录视频它就在这儿，但是 Soap 呢，它天生就对镜头感非常的就是避开，有的时候我自己自拍或者怎么样的，他发现他在镜头里他就会往前走2步就出了我的镜头，我感觉他对这个真的是很敏感。我有个特别二的问题，这个 Sika XD， 作为从来没有趴着睡的人，很好奇趴着睡的时候头怎么摆呀？不会脖子不舒服，不会压胸吗 ？OK， 压胸这个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OK， 就你头会摆向，要不然左边，要不然右边嘛，就那种。然后再是这个问题，我感觉今天问题都还挺沉重的。如果你们想要听再轻松一点的问题，也许下一次在哪个 vlog 里，或者在下一期的 Q&A， 我可以再回答那些比较轻松的问题。因为我感觉今天我收到问题都很沉重，我已经试着就翻一些找一些轻松的问题。都没有什么，基本上大家都比较就是想知道关于新手妈妈当了妈妈以后什么感受啊，或者说跟小孩之间一些东西，所以我想说，那要不然这个视频就咱们都沉重一点吧。有了孩子以后和有了孩子之前有什么变化？首先我想跟大家聊的是产后抑郁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一提的。我的确有过产后抑郁，但是可能没有说是特别严重，因为你们知道，如果是严重的产后抑郁的话呢，生了小孩以后一直到产后，就是小孩已经1岁了，产后这1年吧，都是有可能得的。那我现在觉得我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我现在就是整个人会积极很多，然后之前一些比较消极的情绪和没有什么消极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说我产后抑郁不是那么严重，但是我的确有很多消极的情绪，特别是在月子里的时候，那时候一个是不能出门，关的比较凶，然后那个时候你们应该看到我视频，就是我月子的时候，出了月子都在干嘛。我感觉我出了月子以后，我之前在月子里的这一些很消极的一些情绪就整个被 lifted， 就是整个被像一个罩子一样，就整个被揭开了。所以我觉得坐月子这个东西是一个传统，就是如果我不坐月子，我爸妈会杀了我那种。但是我觉得月子好像对我的或者对产妇产后的一个心理的确是不是特别健康，因为你不能出门。然后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生完，因为也是冬天，所以
我会听我爸妈的话说坐个月子吧。那如果我是当时夏天生的，我还真不一定就是不出门这样。主要其实就是觉得一下子适应不了这个新的生活，就是你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吃一口饭。那个时候就是在月子里，就是忙到一边一只手，就如果我一个人的话，一边要一只手吃饭，然后一边要一只手哄他或者抱他怎么样。感觉那时候吃饭都是很赶的时间，还有上厕所也是，就是进去尿尿然后冲出来那种。所以可能是那样子的一个突然间打乱你自己本身的一个节奏，或者你自己本身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节奏的那种感觉，让人就觉得一下子很不适应，有点抑郁，就是说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才会到头，或者他什么时候才会大一点，可以我跟他讲道理。那个时候他有太多的需求，然后你又是一个新妈妈，你不知道他该怎么样，你不知道他应该怎么样。对，就这样。那个时候睡眠真的是很夸张，大概最多就晚上最多能睡50分钟，醒一趟，然后醒一趟就开始大概要给他弄屎弄尿，大概1个多小时不能睡，然后再睡下来，然后又50分钟又醒，所以感觉整个晚上虽然你是一直在间断的可能在睡觉，但是就感觉一晚上都没睡那种。我想到就之前生 Charlie 之前嘛，然后跟大家聊说我月子里要读的几本书什么的，下面很多做过妈妈的人说你是不是对月子有什么误解？我那时候说不会啊，我月子里看一本书有那么夸张吗？超夸张的。分享一下牙套可以吗？没有问题。很多人也问我这个 Invisalign 的问题我就想说一下，就是你们可以翻去我最早的视频，那个时候我刚开始戴 Invisalign， 就是隐适美，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牙齿已经好很多。我之前牙齿是比较爆，就是有点往外凸嘛，你们看我之前视频应该知道。然后加上我那个时候人又很瘦，所以那个牙齿很明显。现在我感觉就是整个回来很多。那隐适美这个过程呢，牙齿的地方那种 dental place， 你随便 Google 你家附近就可以了，因为隐适美这个 Invisalign 是一个公司，所以你不管在哪里做，你拿到的器材或者你拿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医生会告诉你把它戴上去，然后或者告诉你你什么时候应该换，这样子。这个东西其实就非常非常机械，跟你找哪个医生完全没有关系。如果你有对隐适美有兴趣的话，你就去你附近的医生咨询一下就好了。然后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你在戴牙套的时候，你完全看不出来你有那个钢圈嘛。那它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可能效果没有说那么明显。如果你戴牙套就是钢圈那种的话，它会整个牙齿会更加平整。你看我现在已经整好了，我只是现在每天在戴固定器，就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侧面的话还是有点往外，就不是说很想要那种很漂亮很 straight 的那种感觉吧。但我觉得就这样吧，目前就这样。如果以后我有机会或者以后我有需求，我可能再去弄别的东西或者怎么的。但是反正目前来讲，我觉得比之前就刚开视频的时候，之前那个牙齿的状况好很多了。我戴了1年1年半，只是可能你刚开始戴，你牙齿会整个很紧，就它牙齿有点酸，整个挤在一起那种瑟瑟发抖，就不太舒服。然后之后习惯了以后其实还好。然后每个人价格都不一样，看你需要戴多久。最后一个问题，来个轻松的。有了小 Charlie 以后 ，Soap 有什么搞笑的动作超搞笑！就有的时候 Charlie 会，就是你知道小孩闹觉的时候，他吃了尿了什么，一切都安好，他闹觉就他困的时候，他是不能自主睡觉，你必须要哄他入睡。然后他闹觉的时候会哭得很凶嘛，就是那种我女儿，我现在感觉是那种脾气挺暴的，这一点其实不太像我，可能比较像小时候，哭得很凶很凶那种。我给大家学一下他的哭声吧。就这样，就是哭到那种最后抽搐失声的那种，然后 Soap 就会在旁边很紧张，然后他在旁边转圈圈，就绕着Charlie转圈圈，爪子这样趴在地上，然后就就真的很逗。因为 Soap 是一个哑狗，它平时很少发出声音，真的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声音的，就连有的时候他在睡觉，然后有朋友来我家，他突然就发现家里多一个人，他会就是很警觉这样起来，会吓到那种，但是他都很少发出声音。就在这种时候，他就学狼叫，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想要召集他其他的狗狗朋友过来看一看查理，管一管查理嘛，我不知道，反正这个还挺搞笑的，我觉得挺搞笑的。有的时候他坐在那儿，然后看外面的天气，看外面的这个风景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我淘气嘛，我就经过他的时候用脚这样戳他一下或怎么样，他就会咚4个脚一起跳起来那种，回头看我，就这方面我觉得还挺搞笑的。不过我看一下就是网上关于法斗的视频，好像所有法斗都有一点点就是一惊一乍的。小 Sophie 刚刚睡着，然后我这样子哗一把拎起来。Soap 真的是脾气很好，他没什么脾气的。我可以想象，如果当时 Charlie 睡觉，然后我这样一把拎起来给你们看，Charlie 应该会就哭爆了那种。
Soap 有时候这样吻我嘛，我也会这样学他去吻他，然后 Soap 很就那种你在干嘛？你要干嘛那种。好了，以上呢就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 Q&A 的全部内容，希望能够回答一些很多人想了解的一些问题吧。如果你们还想问更多的就是别的问题啊什么的话，我也许过一阵子有时间的话再给大家录一个，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们还想不想看这种类型的问题。今天跟大家聊得很开心，然后呢我喝的也很开心，我2瓶都已经喝完了，2瓶青岛啤酒，可以看出我在大学的时候玩的有多凶了。好了，那以上呢就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